好了，那么在我们说完了生成数啊，交换机之间的一个协议，生成数它的这个做法啊，它的运算方式以及最终的运算结果，交换机的3个端口以后啊，3种端口角色以后，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个端口的状态。对于交换机来说啊，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端口的状态只能看到2种。第一种，这个端口能转发数据；第二种，这个端口不能转发数据。但是对于交换机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端口到底可不可以转发数据，要根据生成数最终运算的结果来完成。但是你的运算一定是有时间的呀，不能说你马上你立刻就算完，你哪怕是1秒或者半秒，或者说比如说10个毫秒，你也要有这个运算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运算的过程中，这个端口到底能不能转发数据呢？这里边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交换机新启动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络里面谁是根交换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些端口是根端口，哪些端口是指定端口，因为我还没有运算嘛，我刚启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所有的端口到底是能转发状态呢，还是被阻断状态呢？如果说我所有的端口默认都是一个转发状态啊，因为你说了嘛，对吧？你这个交换机尽量帮我们转发数据嘛。如果说所有的交换机的所有端口都是一个转发状态，那么在计算这个生成数的过程中，就一定会有环路的出现，因为没有计算完成，谁也不敢说谁是阻塞端口，把你断掉。那么所有端口都可以转发，那么计算的这段时间就是有环路出现的。那么如果说所有的端口都是阻断的状态，那有可能我们的这个 BPDU 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之间协商的这个数据报文就过不去了，就不能发送了嘛，对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啊，这还真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注意，在交换机运行了生成数以后，那么这个端口状态啊有很多种啊，我们目前看到的标准的生成数里边一共有5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叫做 disable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大用，因为这个 disable 是什么呢？就是要么端口没接线，要么端口被当掉了，就是那个端口的灯是灭的。啊，端口的灯已经灭掉了，你甭管是红的、绿的、黄的，你总得有一个吧，它是灭的。啊，这个不是什么颜色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你不用管它啊，这个端口根本就不能用。那么然后看 block 状态呢，叫做阻断状态。如果一个端口被置为被最终选成了这个 alternate 啊，或者说被选成了这个预备端口，那么它最终是一个阻断状态。然后呢，这个生成数还有2个中间状态，一个叫做 listen， 一个叫做 learn。这2个中间状态，注意不转发数据，但是它能够转发，或者说能够接收和发送 BPDU， 这个是最主要的。这2个状态可以接收和发送 BPDU， 但是除了 BPDU， 别的不能发。就是你真正的网络中跑的这些业务数据，我们说是不能发的，这就保证了什么呢？业务数据是没有环路的，而 BPDU 是可以发出的。BPDU 这个东西呢很特殊，因为是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来完成的，所以说这个 BPDU 不会被转发，别人发给我，我收了就完了，然后我再发给别人的东西啊，我再发出去的东西是另外一回，或者说跟发给我，我再转发出去的东西其实也是被修改过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啊，这2个中间状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 BPDU 不发别的，保证了环路的没有。啊，最后一个转发状态 forward， 这个就是说，网络内所有的正常的数据和 BPDU 都可以发送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交换机启动的时候，任何端口都是阻塞状态是不行的。任何端口都是转发状态也是不行的，必须处于这个中间状态才可以。啊，必须处于这个中间状态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交换机会定义这么多角色的原因。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个每个端口的状态都是干什么的啊。disable 我们就说不看了，这个端口就根本没亮灯啊，这个就灭了，这个不看了。下面 block。
在阻塞这个状态下，不转发任何数据，看到了吧？这个数据真就是真正的我们在网络上传递的业务数据啊，什么访问网页呀，什么这都叫业务数据。然后不学习麦克地址表，交换机学习麦克地址吗？不是，哎，对，但是它在这儿啊，收到任何数据报文不学习麦克地址。然后这个状态下，这个端口可以接收并且处理 BPDU， 这个为什么后面我们再说。但是它不会发送 BPDU。注意，阻塞端口可以接收处理 BPDU， 但是不发送 BPDU。不发送 BPDU 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交互信息啊。所以说啊，在这个点上 ，blocking 在初始状态是不可以的。下面 ，learning 这个状态依然不转发真正的业务数据，也不进行麦克地址的学习。然后，但是注意。接收并发送 BPDU 参与生成数的计算，什么意思？它可以发送 BPDU 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把我的信息告诉别人，别人的信息告诉我，我也能收。那么 OK， 我们可以去计算生成数。然后下面一个状态论，这个状态也是不转发任何业务数据的，但是它可以开始进行麦克地址学习了。这意味着我要为转发做准备，因为交换机的转发总归来说还是要按照麦克地址表来进行的，提早一点学麦克地址表，那么为后面的转发去做准备。同时它可以参与生成数的计算，接收并发送 BPDU， 啊，这个比上面多了一个学习麦克地址。最后一个 forward， 所有的数据都得转发，正常转发数据，学习麦克地址，参与计算，接收并发送 BPDU。这个 forward 的状态就是最终我们看到灯绿了的那个状态，而这个 block 状态是我们最终看到灯变成橙色的那个状态。而这个 learning 和listen 和 learn 这两个状态也是端口是橙色的状态。啊，那个 disable 端口是那个不叫黑色，那个叫没亮。好，这是几个端口状态的描述啊，描述。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张图。如果一个端口从关闭到打开，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一个端口啊从关闭，要么是没接线，要么是这个机器就没开呢，要么是我把这个端口给当掉了，这几种情况啊，无论是哪一种，那么从关闭到打开，注意从 disable 关闭叫 disable 嘛，到打开首先进入到的是 listen 状态，不会进到 block， 首先进到的是 listen 状态。进到 listen 状态以后，在这个状态下，注意停留时间默认15秒。啊，生成数默认会在这个地方停15秒的时间，然后在这15秒里面该干什么呢？完成这个 BPDU 的发送啊、接收啊、计算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反正它就是等着生成数准备去运算就是了。然后等待15秒，如果15秒之内没有人告诉你你需要被 block 掉，那么你进入到 learn 的状态。如果在这15秒之内别人发给你 BPDU， 你发现哎我这个接口要进入到阻塞，就是那个预备端口，那你就直接跳到 blocking 就完了啊，你就直接跳到 blocking 就完了。好，那么如果15秒之内没有这个消息，你进入到 learn， 进入到 learn 以后，在这个状态下再停15秒。注意啊，我说的都是默认值。你再停15秒，然后没有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没有人告诉你你要回到这个 block， 或者说你要被变成一个这个预备端口了，那么 OK， 你可以进入转发状态，你可以进入转发状态。而且在转发状态的过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你需要进入到这个，就是如果有 BPDU 过来比较完了发现你需要进入到这个预备端口的状态，你也会直接进入到 block。而注意在这里边，首先第一点，这两个时间啊，在 listen 状态停留15秒，在 learn 状态停留15秒，才能进入到 forwarding。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端口从开启到转发要经过30秒，这个是标准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生成数里边一个非常非常不太人性化的啊，非常非常不人性化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插上一条网线以后，我要等待30秒才能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把网线接上，然后我开机。然后在开机的过程中呢，反正也等个10几20秒吧，至少吧。然后呢，我打开电脑以后，对吧？还要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呢，后台自动还会运行一些什么各种的，比如说邮件呐，比如说一些什么IBM 对吧？或者说联想的这个 ThinkPad 系列，它有什么电源管理啊，什么快捷键管理啊等等一系列的后台程序，等它都运行完了，差不多30秒也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了但是这个注意，这个是标准的，或者我们现在谈到的生成数的一个不好的地方。这个15秒是默认值，你可以改，但是它最小不能低于4秒最小不能低于4秒，一般我们不改这个值。那么这个15秒叫什么呢？在生成数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 forward delay。叫 forward delay 转发延时。那么这个东西看起来确实不太好，怎么办呢？怎么去修改呢？这个我们在 PT 课程里面会有介绍。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端口状态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在这30秒内两个15秒嘛，在这30秒内，生成数不会让这个端口有任何的转发操作，不会让你有环路产生。所以说呢，基本的生成数，或者说我们谈到的生成数的类型里边我们谈到的这种生成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总结为6个字。哪6个字呢？叫做宁可断，不能还。就是我宁可让你这个网络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30秒嘛一般30秒内也好，还是多长时间也好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我宁可让你这个网络断一段时间，我也不能让这个网络有丝毫的环路的问题，因为作为生成数，人家就是解决环路问题的但是解决方案有点太简单粗暴了，是吧？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端口的一个变化过程。下面我们来说这个 block 为什么要接收并处理 BPDU， 但是不能发送 BPDU。首先，作为一个阻塞端口，你不能发送任何信息出去，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然后，那为什么要接收呢？这个地方涉及到了生成数的一个另外的功能，叫做生成数的链路检测。什么叫做生成数的链路检测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刚才说到了。你现在把这个东西阻断了，这个端口阻断了没问题，但是一旦如果说有链路坏掉了怎么办？比如说在这里边，如果是 B 链路坏掉了，就这条链路当掉了，那还好，因为这条链路是 C 上面的。那么 C 发现这个端口断掉了，那么它可能会直接会切过去这个我们先不管它。下面的问题出现了，下面的问题出了一个什么呢？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段链路断掉了怎么办？就是 A 和 B 的链路断掉了，那么其实这个端口是不是也得恢复上，然后让他们都可以这么绕过去这个也是必须要恢复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恢复过程中，对于 C 来说，这2条线都没断，那我凭什么把这个端口打开呢？在这儿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接收并处理 BPDU 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一个阻塞端口来说，都必须接收并且处理这个 BPDU。处理和接收 BPDU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来看这个网络中发现了变化没有，或者说发生了变化没有。如果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跟桥换了，跟交换机换了，或者说链路带宽改了，那边原来是100兆，现在升级成1000兆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这个 BPDU 的 cost 什么 ID 去描述的。它一旦发现这边的更好了，它会重新计算的。它会重新计算的，所以它必须接收并处理 BPDU。同时 block 端口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网络中大部分的这个一些协议所采用的一个方法叫做定期发送数据，然后等待一个死亡周期。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那个根交换机是不是跟我直接连接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根交换机是否跟我直接连接，这是第一。第二，那个设备坏没坏，对吧？我也不清楚。你对方的设备到底坏着还是没坏？万一你停电了呢？万一你那边电源坏掉了，或者你那边那个插线板烧掉了呢？对吧？那你就没电了。那么你是否还活着，这也是个问题。那么在我们这种
协议里边，我如何来检测我的对端或者说一些设备还活着还是没活着呢？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就是定期更新。作为一个根交换机来说啊，在生成树里面，作为一个根交换机来说，默认情况下每隔2秒钟发送一个 BPDU 出去。这个 BPDU 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改动的，就是原来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但是每隔2秒钟我发一个出去，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我还活着。然后大家说每隔2秒钟我都能收一个，对吧？那 OK， 你还活着。然后说等什么呢？就是大家好像这个不太好啊，可能大家都盼着那个根死掉，然后自己成为根桥。所以说呢，说我不死等啊，说我等一个周期，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收不到你给我的这个 BPDU， 那么 OK， 我就认为你死掉了。就是你老不来是吧？那我就认为你死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公安局是吧？人口报失，说如果是什么这个几年之内没有任何音讯，对吧？然后这个人口挂失、人口报失，然后公安局又挂失，又处理了几年，发现还是没找着这个人，那么至少这个夫妻双方啊是吧，就判定就说人口失踪，然后就夫妻双方这个婚姻关系就自动解除了，对吧？等你这个好几年是吧？你也不来啊，你也没个信儿，活着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这事儿我们就直接认为你死掉了啊，这个也是一样。我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多长呢？生成树里面默认的周期是20秒，就是说2秒钟一次，啊，2秒钟发一个报文。如果我在20秒之内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消息，这意味着我给了你10次机会，对吧？10个机会里边。啊，你没有给我任何的消息，那我就认为你坏掉了。我们要重新选举一些什么端口啊、根交换机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2秒钟一次，20秒的最大时间，啊，这个在这儿我们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在我们的网络里边，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后面我们学很多协议都是定期的去更新一个数据，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啊，你说丢包是吧？允许，你不能连着丢10个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丢包是允许的，但是你只要不是连着这么多，那么我就认为你是 OK 的。好，所以说在 block 状态下，你必须接收并且处理 BPDU， 并且给这个 BPDU 计时，啊，真的是20秒以后，如果出问题的话，你真的要恢复的。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阻塞状态要接收和处理 BPDU， 但是阻塞状态不发送 BPDU 啊，阻塞端口嘛，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出去。好了，这个呢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简单的生成树的工作原理。休息一下的工作原理。